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东港，我对于黑尾鱼拍卖分割的过程十分好奇。宜兰南方澳那边也有黑尾鱼的拍卖会，但那里不让人拍摄，所以我跨越半个台湾来东港鱼市开开眼界。这里的拍卖过程是可以拍摄的，只要知道上岸的时间，一般人都能来感受一下巨大鱼类带来的震撼。这艘船出海10天，运气不错，捕到2尾黑尾鱼。这次又约了绕野海 Four Embers， 船长很热情地邀请他上船参观，仿佛没看见我们一样。我硬是在旁边蹭了一波。我拜托朋友牵线，联系上黑尾鱼专区11号摊位的许先生，他让我了解整个运作的流程。他今天会出手竞标，我打算买一些去绕野海家里料理。从4月底开始，黑尾鱼洄游经过台湾附近，7月之前都有机会抓到黑尾鱼。抓到之后，会在船上去除内脏、放血，放进塞满冰的船舱里面保存，然后上岸进行拍卖。不一定是立即靠岸，靠岸的数量不够也不会立刻开拍，所以有一些黑尾鱼已经在船上熟成一阵子。一般来说，早上7点左右开始拍卖黑尾鱼，在那之前还有旗鱼跟黄鳍尾等大型鱼类的拍卖。每天的黑尾鱼成交价格略有不同，取决于当天总共进港多少尾。我来的这一天不多，只有47尾黑尾鱼，听说前一天有100多尾。在这个棚子的旁边，同一个屋檐下就是黑尾鱼专区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专区真令我蛮讶异。渔会办的其实挺破旧的，一年几亿的黑尾鱼产值，政府也不愿意花点钱做产业升级。竞标黑尾鱼的保证金不知道去哪里。黑尾鱼专区就只有3条红布条这样，其他的就靠业者自己打拼。想象一下，坐在最简陋的座位上，吃的最高价的珍馏，这个冲击感肯定很强烈。能够近距离看到一尾200公斤的鱼在面前，真的非常酷。这跟看影片或看照片完全不同。在这里没有可以承重的桌子，也没人能把200公斤的鱼搬上桌，所以全都是在地上分级。就算铺了塑胶布或是木板，也都还是在地上。为了降温，四处淌流的水以及工作人员的雨鞋，还是有机会触碰到鱼肉的。相较于日本、韩国，台湾的做法很原始，但充满了生命力。零散的部位往地上一丢，我只能说很妙。拍鱼的时候，旁边站了好几位鱼贩。黑尾鱼一切开，就立刻出手确认肉质。鱼没有切开，没人能确定中间的状态如何。一旦用过高的价格标了品质普通的鱼，就是巨大的损失。竞标承担的风险跟获利是并存的，所以竞标的时候是公斤计价，鱼一旦分切就是台斤计价。
分切好的鱼肉立刻切成能放进冰箱的大小，标准都是-2度的冰箱降温。温度太低会结冻，产生冰晶就不好吃了。这一侧是下腹肉，看起来肉色偏红，我觉得是尚未充分放血，油花不明显。用吸血纸包起来放一下，可能就会更白一些。即便是背肉的部分，也是充满了油脂。这是老板准备卖给我的上腹肉，是前2天标到的。这个颜色已经充分放血完成，也熟成好了。Amber 指定要买黑尾鱼的龙骨，老板这边有锯台可以帮他分切。很好吃对啊，这个是它的骨头，在切开的时候它会流掉。所以不要切，回去再切。没有，我帮你切到这边，那它的骨头不会跑出来。哦。对，它在里面。哦，很有技巧哎。可以煮熟了之后再把它。我还买了脸颊肉，老板说通常跟眼睛要一起买，然后一次买2个，有特价。上腹肉。脑天肉，打冰离开东港。鱼肉带回烙野还家料理。再看一下这块上腹肉。影片预算破表了。喷冰盐水清洁，包纸巾放冷藏，再放一次血。原本我想买头顶的脑天肉，老板说脑天要含头骨一起买。那高雄不是我的主场，头骨买了要带回家很困难，只能作罢。老板推荐我买背部前面的第1块肉，就是脑天肉的延伸，把边缘切开来，这样子就会有类脑天。鱼皮、筋膜都修掉，屁猫留在宜兰，所以这一次的边角料就留给波妞吃了。这是今天分解的肉，特别需要放血。脸颊肉的日文叫 hohoniku， 就是你呵呵笑的时候脸上牵动的那块肉。有常吃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脸颊肉是极好吃的，相当滑嫩。我原本只想买脸颊肉，老板说通常跟眼睛一起卖，我就带回来自己分切。我第一次修这个肉，蛮容易的。看起来像牛肉，吃法很多变。眼睛也分切好，这样子吃起来比较容易。鱼皮可以切小块来熬汤。
好大的眼睛，看得我心发寒。这是稍早另一份鱼皮熬的汤，这看起来也太浓稠了，可能锅子太小，这汤光用看的就知道有点微。加入眼睛继续煮，放血2小时来切上腹肉，这看起来像大西瓜，先切掉西瓜皮。把这个鱼筋、油脂都切掉。在切块的时候，要先想一下打算怎么吃。我今天要做握寿司，所以鱼片的宽度不能太窄，一般会做斜切，但今天这块鱼肉比较厚，大约是2指半，垂直切的鱼片宽度就够了，所以我就切一个手掌的长度。差不多是一个握寿司的长度。看一下这个油脂，鱼肉在室温下油脂就会渗出来。同样都是上腹肉，状态好坏差别很大。靠近中心的地方也有一些接近翅身的部位。这还不是全部的黑尾鱼，今天这一摊黑尾鱼自由。接着来切脑天肉，这脑天肉中间有透明的鱼筋，烤一下就软化了，包着海苔吃。鱼皮上的肉别浪费，可以做成肉泥。包手卷，这一块是熟成4天的比目鱼昆布地，在家里面就熟了2天，吸真空之后刨冰带来高雄，状态依然非常好，水分被昆布吸收掉不少，口感是外层软弱，中心 Q 弹，非常爽口。微微的绿色是昆布的颜色。来拌醋饭，赤醋配黑尾鱼简直完美。等一下每一个人就自己握自己吃。Amber 做一个梅子烧鸡，我第一次看到梅子酱，我觉得应该也能运用在鱼肉料理上，闻起来很香。
最后一个菜炸脸夹肉，因为油不太够，所以改成煎。面包粉煎久一点，一样很酥脆。终于可以开吃了。先教大家做握寿司。就抓自己大概喜欢的量，你觉得你一口可以刚刚好吃下来，这样拿，这样放平，这样，刺身可以多一点，放上来，然后有的会直接这样压，有的会压出一个洞，我们把它塑形，不用弧形，稍微，就是这样，就直接这样拿起来吧，肉的地方往下粘起来，右手弄饭，这样，球球开始弄成一个圆球，这样会太多吗？有点多啊，是吗？开心，不可以太开心。这样子，看起来不错哦。这看起来超好吃的。这样子，2只手指头拿，然后放这样，食指一点，把它放上去，这样用一下捏，这样嘛。然后翻过来，这样子压圆弧形，然后再这样子，差不多意思。这样子 ，OK， 然后这样压一下。这2只，另外其他手指收起来，对。然后翻过来，大拇指压着，哈哈，没有压下去的感觉。这样子。对。好，这是我做的。总是要体验一下。对。不是拿起来，这样拿，不是握住饭过来。这样。对，压一下。好，翻过来。要往中间，对，然后再开始塑形，开始揪，这样子。是大拇指跟食指。压一下，然后大拇指这边顶住，好了以后这样，OK。我觉得它好像下面扁扁的。OK。这样可以，对，然后你看你手的温度刚好把这个油全带出来，这个时候吃是最好的了。超有的。完成。我不敢反过来看。试试看。好啊。加一点酱油，对，它就是它，因为它是最尾段的 OTORO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是，对，没有这边这一块再给你，没有关系，真的，里面还有的。